Hello，各位玩家们，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大陸。這集大陸繼續為大家帶來了這個月份值得一試的手機遊戲推薦，在這次的清單中就包括了像是類 GTA 風格的遊戲，體驗天穗之孝道機的手遊版，韓系風的 MMORPG， 以及像是即時隊伍動作 RPG、射擊動作遊戲、大逃殺和其他玩法的作品等你來發掘哦。這些遊戲的排名都是不分先後的，如果你想知道哪些好的遊戲，那就和大陸一起看下去吧。孝道法外之徒是一款開放世界類 GTA 風格的角色扮演遊戲。首先，遊戲場景橫跨了兩座巨大島嶼，我們可以自由探索郊區或城市，透過線上互動來打造屬於自己的人生。核心玩法則結合了槍戰、高速追逐、街頭競速和開放世界 PVP 對戰，每場戰鬥都需要一定的技術和策略。特別的是，遊戲沒有輔助瞄準系統，所以很考驗玩家的反應和射擊準度。載具自定和武器精通系統也蠻豐富的，可以慢慢累積聲望，解鎖更強的裝備。喜歡開放世界犯罪題材，又想跟其他玩家真實對戰的話，那就來下載體驗這款遊戲吧。相信不少玩家都聽過《天穗之孝道機》這款結合種田跟動作的經典作品吧？這次也推出了手機新作《火神巡靈譚》，就是延續了原作世界觀的完全新作，講述佐久明公主奉命去調查突然出現的謎之群島，並在那裡遇見了尋找父親的少女火起姬。遊戲玩法同樣保留了種大變強的核心機制，我們可以種植15種以上的真實稻米品種，透過更細緻的動作來提升角色能力。戰鬥方面則改為了4人小隊的俯視角即時戰鬥，操作門檻比原作親切了不少。值得一提的是，角色入手方式不是抽卡，而是直接用遊戲貨幣兌換，這點對玩家來說還蠻福星的。喜歡的話可以試試這款作品哦。臨境殺戮 Black 是一款韓系 MMORPG， 也是臨境殺戮系列的正統續作。遊戲繼承了前作的核心玩法，主打高風險、高自由的 PVP 體驗。最特別的是奴隸系統，也就是如果你在 PK 中落敗，靈魂就會被勝利者封印，並淪為對方的奴隸，對方甚至可以控制你的部分行動。這機制在 MMO 裡真的是蠻少見的。畫面也升級了，採用最新的物理渲染技術，光影和環境變化都變得更逼真。另外還有離線也能掛機的管理模式，對時間不多的玩家來說算蠻友善的。遊戲主打非氪金導向的收費政策，喜歡硬核 PK， 想挑戰極限對戰的話，那麼這款或許可以留意看看。Dreamers Island 是一款 Dreamers 系列全新推出的衍生作品。遊戲採用彩色低多邊形的 2.5D 視角，呈現系列故事的初始章節，讓玩家能夠以另一種角度重新體驗原作的世界觀和角色魅力。遊玩過程偏向輕鬆、非暴力的劇情冒險，沒有複雜的戰鬥或快速反應的要求，更多的是探索島嶼、與 NPC 對話、體驗解開簡單的謎題、享受慢節奏的敘事氛圍。遊戲目前是免費下載且無廣告的版本。如果你玩過主機的 Dreamers 或對這類溫馨、着重劇情體驗的作品感興趣，那麼可以留意這款帶着懷舊感的新作哦。交換英雄是一款即時隊伍動作 RPG， 那麼這款遊戲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可以在戰鬥中即時切換英雄，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根據戰場情況隨時切換不同技能的角色來應對敵人，節奏蠻快的，需要一點反應速度。遊戲背景是在一個充滿魔法以及奇幻生物的廣大世界，我們可以招募各種英雄、收集寵物來打造出屬於你自己的最強隊伍。另外，遊戲還有公會系統跟排行榜，可以跟其他玩家一起互動或競爭。喜歡即時戰鬥或策略搭配的玩家可以試試這款作品哦。
黑色突擊是一款射擊動作遊戲，遊戲背景還蠻有臨場感的。我們要扮演一位特種兵，駕駛飛機前往一座未開發的島嶼，在槍林彈雨中執行各種特殊任務。核心玩法除了標準的射擊對戰，還加入了劇情路線選擇和生存模式，甚至還能呼叫無人機協助作戰。另外，遊戲武器庫相當豐富，像是 M4、AK47、AWM 等等，這些經典槍支都有收錄哦。而且每種武器都有獨特的改裝系統，另外也支援最多8人的即時組隊，可以跟其他玩家一起分工合作。如果你對第一人稱射擊遊戲感興趣，又想體驗團隊作戰的話，那麼可以留意這款作品。Overclash 是一款俯視角主打 PVP 大逃殺的射擊遊戲，遊戲特色就是打破了傳統英雄射擊的框架，也就是我们可以把任何技能搭配給任何英雄的這種玩法，組合出超過100萬種的獨特配置。例如說，你想要像坦克隱身，或者是速度型刺客丟暈眩手雷，或許都能在這裡實現你的風格。另一個亮點就是加入了垂直跳躍機制，你可以利用高低差跳到敵人背後，或直接把對手擊落到岩漿裡，讓戰術更多變。遊戲模式也蠻豐富的，包含大逃殺、團隊死鬥、1對1、2對2等等。大陸試完後覺得操作手感還算流暢，但還是有些不穩定的地方，感興趣的話就來試試看吧。Barnstorm 是一款戰術彈道 RPG， 風格其實就是彈彈堂的玩法啦。遊戲背景設定在被災難摧毀的世界，我們要扮演進化者對抗變種怪物。核心玩法主打精準射擊，我們需要自己去計算角度、時機和物理軌道來命中敵人。當然，遊戲並沒有自動戰鬥，每一發子彈都考驗你的技術。遊戲採用鮮明的漫畫風格，戰鬥畫面相當有活力。另外，武器制定系統也很有深度，可以收集、強化各種武器，借此來打造出自己的戰鬥風格。還有一個有趣的社交系統，可以跟其他玩家建立關係或結婚，推薦給喜歡射擊或挑戰技術的玩家。恐龍大災變生存是一款以恐龍為主題的生存策略遊戲，背景設在隕石撞擊地球後的侏羅紀世紀。我們將扮演穿越時空的救援者，目標是收集恐龍基因樣本。但抵達後發現末日浩劫已經發生。遊戲的核心玩法還蠻豐富的，你需要一邊建造並升級高科技基地，抵禦火山爆發帶來的災害，同時還要管理食物、火柴等資源，以及餵養你所馴養的恐龍等等。說到恐龍部分，你可以馴養各種像是霸王龍、三角龍這些經典恐龍，讓他們生產物資並組成大軍去對抗敵人。另外，你也能跟其他玩家結盟，探索廢土哦。喜歡恐龍題材又對生存建造感興趣的玩家，可以留意一下這款作品。Devil Hunter 是一款放射 RPG， 而大陸覺得遊戲的主題蠻特別的，是讓我們扮演一位暴走道士，在妖魔鬼怪的世界裡展開冒險。最大特色是10分鐘快速變強的節奏，從一開始就能享受華麗的輔助戰鬥，算是主打輕鬆快速成長的那種。玩法上，我們可以自由組合像是水、火、土等7種屬性的法術，打造屬於自己的戰鬥風格。遊戲也支援自動戰鬥和離線獎勵，就算沒時間開遊戲，資源還是會慢慢累積。另外，還有多款源自神話或歷史的造型可收集。喜歡放射又想體驗道士題材的話，可以試試這款作品哦。那麼這期的影片到這裡就結束啦，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遊戲。就如果你喜歡大陸的影片，可以給大陸一個讚、分享和訂閱。那我們就下期再見啦，祝各位遊戲愉快。